好，我是贝拉，我又上线了啊！前2天呢，我跟老吴带着团子回到了青岛，正好赶上了青岛啤酒节，所以今天的这期视频，让我们来实地考察一下青岛啤酒节到底好不好玩，有没有坑。那今天呢，我还带了我嫂子和我的2个小侄女一起，让我们看看去吧。我们大概下午5点左右呢，就到了啤酒城附近。老吴同学非常积极的提前找好了一家海边的热炒餐厅，说要先填饱肚子。你们说，开喝之前先吃饭，是不是他的策略？看看今天这个台湾人能不能喝爆青岛啤酒。隆重介绍我嫂子，还有2个小侄女儿。有没有夏天来过青岛的家人们啊？夏天来青岛，小海鲜配上冰镇啤酒，就问你爽不爽？看我们青岛喝啤酒就是这样，然后就在这儿打。小哥哥现在帮我们捞海鲜啦。青岛人吃海鲜呢有一个执念，就是海味越浓越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做海鲜呢基本上就是清蒸，连盐都省了，仿佛只有清蒸才能看出这海鲜到底新不新鲜。外地朋友们就会问了，你们这没放盐吧？青岛人会说放了呀，大海里面不全是盐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套餐的海鲜，上锅啦。那我加一个鲜啤吧，第一杯。你是对你自己的酒量有多么的自信？今天就为了你的节目效果，这个鲜啤是几场？大家听听，老吴现在多专业呀，都学会问人家你这鲜啤是几场的了。这可是青岛本地人才懂的暗号，不愧是青岛老女婿。就鲜啤的那个特色，鲜啤的特色啊，我也不是应该很有这个。好，谢谢你。开吃开吃，老青岛戳子肉。戳子肉的戳子是什么意思？戳你的戳，这烤肉的味道有什么区别？就是烤的还不错的五花肉，没什么特别。第一杯，小哥哥说这一杯是1斤，老吴今天就是要挑战一下，看看他今天能喝多少杯。喝一口酒。这个是扁豆丝炒海怪怪，不对，虾怪酱炒扁豆丝。那个海怪酱就这个东西，很好吃，很香。因为海怪酱是什么？海怪怪是一种海产，是一种虾吗？虽然我是个假青岛人，但也不能被问倒啊！我赶紧就去查了一下，虾怪怪呢其实是一种大型寄居蟹，既不是虾也不是蟹，人家官方名字叫方碗寄居蟹哦。这个好吃，这个真的好吃。烤海肠、干肠3剑客。我觉得这个好吃，尝一尝，有一点点辣，但是日常重复。非常特别，喜欢吃海肠的必点。喝一口，哎，很纯，然后味道不是很浓，我觉得好好喝，清爽。据说这个青岛喝啤酒就是一定要喝4场鲜啤，不知道这个讯息对不对？我是个假青岛人，你别问我。为什么一定要是喝1场的呢？厂就是老厂嘛，然后正宗的就1场。烤海参，好嫩 Q 哦，挺好吃，就是有点少，一串只有1个。干杯！香酥大鱿鱼，而且这个口感可以，搭配的是那个酸甜酱，好吃好吃。八仙过海上菜了，蛏好，鱿鱼、螺片、拔带比瓜。啊，比瓜，这个是拔带，海肠子虾，没有吃过海肠没？它咬起来会嘎吱嘎吱嘎吱的，然后海味很重，有一点腥，吃不惯这个口味的朋友应该会吃不惯。哎，我是不是讲了句废话？好吃啊！命途多舛的父子，开锅喽！这是我们的蒸海鲜。来看看这个小料台，超级的简单，只有葱花、香菜和小米辣，然后再淋上一勺店家秘制的酱汁，就齐活儿。小哥哥帮我们开生好，还可以哟。虾这里也有，新鲜吗？开一颗扇贝看看如何？就没有特别腻，没有可以，不是很肥。相对来讲是啊，包括这种就是说这个，它的这个扇贝柱老掉了，然后我们就还比这个完全撕不下来。虾不错，很新鲜。螃蟹，这个是没有黄，这个是没有黄，这是个公的。来，今晚的第一杯结束。它青岛的梭子蟹就是蟹味儿特别浓。老吴啊，刚来青岛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吃青岛梭子蟹都有点吃不习惯？对，因为其实台湾的那个海鲜都是大海鲜，因为那边是暖阳嘛，台湾都吃那个红鲟、沙公、沙母，其实它那个蟹的味道偏清甜，青岛的那个蟹，它的那个螃蟹的味道就会非常重。梭蟹其实就是好吃，但是一次可能吃个2只到3只就会觉得很顶，因为它味道太重。
足够新鲜，给到夯。吃完啦，大家猜一下吃多少钱？在景区的物价就是这样，会相对于高一点，但是好在味道还不错。现在我们出发，家人们，这里要提醒一下啊，就是青岛啤酒城主会场呢，并不在大家印象中的青岛市区的范围内，而是在青岛西海岸新区，也就是黄岛区的金沙滩海边。每年夏天呢，游客本来就多，再加上啤酒节期间，周边交通状况真的是鬼见愁。所以想来的家人们，我的建议就是，要不就住在西海岸，要不就坐地铁去啊，听话。整个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，我们现在把车放到了那个餐厅，然后准备走路走到啤酒城。你是第一次来青岛啤酒节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也没有来过，感觉跟青岛不够熟。其实今天我们3大2小全都是第一次来青岛啤酒城，你们敢信吗？我嫂子和小侄女们在青岛住了那么多年，居然也从来没来过。青岛与世界干杯！我就想问问大家，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呢？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啊，反而不会专门去什么景点凑热闹了，总觉得反正就在家门口啊，随时都能去啊。结果1年又1年，始终都没去成，反倒是外地来的朋友比本地人还熟悉这些地方呢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算是补了补课，以后人家再问我，我也是去过青岛啤酒节的人了，看谁还敢说我是假青岛人。跳舞，那个好可爱啊！看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热到什么样子，我给你们看了舞，看了舞的这个汗，它里面还是很大的。耶！终于带你来啤酒节了，就是很热哈。今年已经是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了，每年啤酒节呢，演出内容都排得满满当当的。但要说它雷打不动的扛把子项目呢，还得是9座啤酒大棚，基本上呢就是按照品牌划分的，每个大棚都有自己的当家明星酒，全天还有各种表演，可以让大家一边喝一边嗨。我听说真的有那种很能喝的朋友，会从1号棚一路喝到9号棚，但我们呢决定直奔最出名的那个3号棚，青岛1903的大棚。在这里啊，我要特别澄清一下，不是老吴喝酒不行，真的不是，主要是咱这不是带着孩子吗？你们说是不是呀？结果我们这群没来过的人进来以后，直接看到了这个场面。我小侄女跟我说，姑姑，我真的脑瓜子疼。结果我们就决定，算了，还是出去吧，这不适合我们。老吴和我嫂子呢，就决定出来看看他门口的这个啤酒超市。啤酒超市就是你看哪个卖的好啊，哪个就会议价，然后大家就会在这里自助去接。我嫂子决定喝个白啤。IPA 吧。IPA 是什么 ？IPA 是一种艾尔啤酒。IPA 就一般是高温发酵的，然后酒花比较多。哦，所以它的口感会比较偏苦一点。青岛特色的烧马白啤酒。从这儿自己取个杯子。这招叫做卑鄙下流。这招叫做卑鄙下流。干杯！我是小孩，我喝水蜜桃饮料，自带水。水蜜桃好喝吗？大人组的可以吗？一口还是一口干？那都可以啊。真的假的？你俩？哇，嫂子可以，嫂子可以。我想那个青岛女婿跟青岛媳妇2把刷子，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。第二杯 IPA 啊，明显就偏苦一点，那它的那个香气跟那个鲜啤又不一样。嫂子，白啤好喝吗？好喝，好爽。耶！好喝哦。小孩组，小孩组也很好喝。呀，走着走着呢，老吴突然停下了。我一看，好家伙，套圈的，他可是自称台湾夜市套圈小王子的人。那个眼神，那个跃跃欲试的样子，感觉他脑子里已经幻想出自己一扔一个准，全场欢呼的画面了。结果，加油！加油！看一下，耶！好棒！姑父，
点烂呢。你好厉害，姐姐你好厉害，好可爱呀！虽然姑父套圈输给了小侄女，但没关系，人能喝呀。这不，赶紧又整了一杯，强行给自己挽个尊。第3杯，一场鲜啤的口感如何？稍微比较苦一点。比那个 IPA 也苦吗？介于市场的那个鲜啤跟那个 IPA 之间。这是我们崂山的可乐，它里面加了中药材熬的。像台湾的黑松沙士。今年的啤酒节呢，还在中心舞台搞了个致敬经典的演唱会。虽然我不能喝酒，体会不了喝酒的快乐，但是说到演唱会，那我就不困了。人都起来了！没想到我人生看的第3场演唱会是青岛啤酒节。走得太热太累了，进来休息一下。有够热，这啤酒喝下去都不会醉，都流汗都流掉了，哇，好喝！刚才我嫂子下载了这个现场的 APP， 然后可以看到今天晚上演出的歌单。然后2个小时就看了一眼，发现80%的歌他们都没听过，都是怀旧金曲。10后。请告诉我，这些歌里面你们俩会几首？目前看到只会2首。开始啦！因为大家都喝酒，不愧是叫致敬经典的演唱会啊！真的唱的全是老歌，那些旋律一响起来呢，全场观众的灵魂仿佛都被唤醒了一样，根本不需要提词器，上来就嗷嗷跟着唱，那个氛围你们能想象吗？好到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特别是我平时那个端庄又大气的嫂子，直接血脉觉醒了。我侄女会唱的歌。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我们今年真的莫名其妙看了好多演唱会，这个也算。我们还沉浸在老歌里扯着嗓子唱呢，天上就开始哭飞无人机了。好家伙，啤酒节这安排的也太满了，让你一边唱一边看，耳朵和眼睛一个都不许闲着。青岛女婿好不好？超赞！感谢妈妈给我票，妈妈爱你哦。看完了演唱会和无人机表演，老吴开始了他的第4杯。市场原浆类似的，干原浆了，原浆劲儿比较大哦。这比刚刚那个好喝。逛着逛着，老吴突然又愣住了。袋装啤酒，这个哪是加油站，这是加酒站。这个袋装啤酒吧，也是我们青岛的一张城市名片。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，青岛人就喜欢用塑料袋打散啤，一直喝到现在。夏天的大马路上啊，提着袋装啤酒做大排档吃海鲜，这个画面就是我们青岛独有的风景。我本来跟老吴说，咋样，再来一袋啊？结果他来不了。我们逛着逛着，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。好在啤酒节渴了有喝不完的酒，饿了有整条小吃街等着。老吴呢，一眼就相中了这个打糕，旁边的老板也非常的热情，直接邀请他自食其力，想吃自己打。结果你们看到了，打是打了，但老板脸上的笑容呢，从一开始的欢迎欢迎啊，变成了行了行了，你快放下吧。
老北京鸡肉大串，5块9一块。老北京鸡肉大串。哦。老北京鸡肉大串，5块9一块。海参串。我看老板打得那么轻松，我心里就不服气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怎么着也得给我老公争回点面子吧。结果，唉，我真是太瞧得起我自己了。行吧，真是夫妻双双把家还，丢人还得凑一对儿。好在最后我们还是吃上了。看着我跟老吴这2个大人呢，真是干啥啥不行，还是我小侄女儿最贴心。她还记着姑父刚才套圈零战绩的光辉事迹呢，看到打枪的游戏立马驻足。哎，这个好孩子呀，真是铁了心要让姑父在今天挽回点面子。老吴啊，你快争点气吧，别再让孩子替你操心了呀。哇，你好强啊！没有放到好啦，逛到这里我们也有点累了，孩子们也开始打哈欠了。但说真的，今天这一圈下来呢，我这个假青岛人也算是真正感受了一把啤酒节的魅力。不管你从哪儿来，会不会喝酒，只要你站在这个海边举起杯子，你就是这儿的一份子。几万人一起干杯，那种感觉怎么说呢？就是你会觉得世界其实挺小的，一杯酒的距离，陌生人也能变成好朋友。这种感觉呢，真好。行吧，我们撤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